魔镜啊魔镜，这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是谁？是 Nico。哇，缸内直喷，不是肛门的肛。喂。还有这副是1.5涡轮增压。哎呀 ，TGDI 啦！哇，真的是上车了，各位。有力哦。上车了。J3CZ，当你们还在纠结有没有1.99块的津贴，或者是2.6块的这个津贴，或者是有没有 IC 或者 Driving License 来打油，一个月只有300公升，今天我介绍你们一个月上班下班都不需要300公升的 Chery Tiggo 7 PHEV， 还有 Chery Tiggo 8 PHEV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 啦。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欢迎回来我的乱拍系列的。今天我是隔壁有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车的小蚊子 Nicole。今天我们有2个身份来了，今天我是以一个媒体的身份来，我是一个 SA 的身份来。今天你问我答。观众期待的 Chery Super Hybrid 终于放在了 Tiggo 7和 Tiggo 8的身上。之前有很多顾客在期待这辆车，今天终于推出来的价钱是多少呢？129,800哦 ，Oh my god， 它竟然跟油版的相差不远呢，这个价钱真的是有让我惊艳到。那 Tiggo 8多少钱？Tiggo 8的话是159,800，所以2辆相隔了3万块。所以一个5人座，一个7人座。如果是以 Tiggo 7 PHEV 的，它的整个 platform 它整个 chassis 还有它的动力数据全部通跟捷酷的 J7 PHEV 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说它车款不一样咯。Tiggo 呢，这个我可以讲它比较成熟稳重。今天如果你嫁去在你的未来岳父岳母啊，他们都觉得你成熟稳重有气质。那你准备买了吗？岳父岳母要做。这2辆车啊的 warranty 都是一样的，它给什么？都是给7年的 warranty， 或者是150千 km 看哪一个来先，还有就是8年的 warranty for battery，OK， 或者是160千看哪一个来先。如果说你的 battery 是少于70% 的话呢，是可以1对1的这样子换的，就是有送你5年的 free service 啦。还有最后，如果你们要买这台车的话，不妨找我，还是你小蚊子就好啦。可以试驾了，可以下单哦。这2款车呢，其实还有在卖汽油版的，也不妨可以来做个比较。我们去看一下到底跟汽油版什么不一样。Let's go。今天在我们身后面这辆呢，就是全马最便宜130千可以买到的 PHEV 的车啦。所以它跟之前的 Tiggo 7汽油版有什么不一样？考我 Tiggo 的话呢，它是以一个老虎的设计理念为出发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前灯呢，已经是变得不一样了。这个呢，看起来就像那个老虎的爪子，这边就有点不一样了。我个人会觉得它比较好看，它是尖尖这样子，然后还有一点黑色。这个部分原本 Tiggo 7 Pro 油版的话，它是有一个蓝色的来作为一个设计的一个点缀。但是现在呢，它已经把那个部分去掉了，然后它换成一个黑色。那你们会觉得你们比较喜欢蓝色的，还是比较喜欢这样子黑色的嘞？为什么下面有 performance 的 sticker 啊？因为它就是很有 performance， 它的 horsepower 变更强了。大样呢，它给比较厚了。之前的话呢，它是225 55 28嘛，现在它给的就是225 60 28 Maxxis Victra Sport 5 SUV， 前后的尺寸都是一样的哦。它有2个油盖，一个就在左边，另外一个是在右边。右边的话呢，就是拿来充电用的。这里的话就是拿来充电啦，就这样子滴到按一下，它就会开啊。AC 的话，它支持 6.6 kW，DC 的话，它支持是40 kW，30到80的话用20分钟 ，AC 用3个小时 ，3B 的话它用8个小时半。你睡一觉，第2天起来 ，Good morning， 车就已经充好了。后面的尾灯看起来是不是就很像老虎的纹路呢？现在的尾灯就跟 Tiggo 7 Pro 有点不一样 ，diffuser 看起来就非常的整洁了。但是还是有排气管哦，它是在下面哦。悬挂设置也是一样啊，前麦花臣，后面是一个多连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一样也是有 Power Boot，Boot Space 是475 L， 倒下去的话可以去到1300 L， 所以你要买大样的东西，要买 IKEA 的家具这些没有问题。这里还有一个隐私
帘嘛，这个叫，人家就看不到你里面有什么。因为有时候像我们这种女生啊，有时候我们就把包包放里面呐、我们又把私人物品放里面，我们不想给人家看到嘛，我们就把这个拉起来，他们就看不到我们有什么东西。但是这个东西是可以拆除的。有 spare tire 吗？噔噔噔噔，答案是。没有的，你看后面是拿来放电池，电箱的话就已经是放在后面了。以前的话，电箱是在引擎前面那一边嘛，现在的话它就把电池放在后面了。虽然说它没有给你 spare tire，可是它有给你这个补胎剂。好，那我会关起来。哎呦，那个身高刚好哦。室内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，airbag 的话之前是7粒嘛，现在的话是8粒咯。大致上设计里面都是一样的，也是有前景天窗，有 Android Auto、Apple CarPlay， 有 Ambient Light， 有8粒的 Sony Premium 的 speaker。啊哈，又到了这个头部空间了。你们看艾德人的身高，他是173 cm， 他每次就说哦，我的有有一个拳头的空间，我的有3个哦。然后我的腿部空间的话，哎呦有4个拳头哦，我的身高是153，我跟他相差20 cm 哦。USB port 充电口，冷气出风口就在这边。后面这边的话有一个置杯架在这边。Yeah, I can sit like a boss。脚短什么样都可以啊。坐在前面呢，就有看到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。第一个点就是这边，它已经变成噔噔，哇！之前是这样子划开的哦，这个是这样子哦，像小米哦。哦，超级不一样啊！虽然它的 size 一样，但是它的界面不一样啊。对，它的界面不一样哦，它有黑色哎，是我喜欢的 black color 哦，而且它也是多了几个 button 啊，比如说 New Energy 的 button 啊，然后还有这个 DVR， 它已经是有 built-in 的前面的 camera 了哎。所以不要再叫我们送 dashcam 了，可以不要叫我们再送 dashcam 了吗？它原装就有了，送你后面就好了。哎。它的仪表也不一样了，仪表盘，然后它有2个主题哦，一个是电子化的，一个是带出了那个双颜色的仪表，真的。它 start 的方法也不一样了。我一坐进来，锁匙在我身上的话呢，我只需要踩 brake， 然后它就会直接 start 了。然后你是不会有听到任何声音，因为 start 的时候它是纯电的模式嘛，所以它是没有引擎声的哦。所以跟街气 PHEV 一模一样啦，不用 start 的啦，该充电该打油就打。哦，还是一样，但是这里多了2个啦，就是 EV mode 跟 HEV mode。如果说你的电池在足够的情况下，就是30以上啊，那你是可以换成就是用纯电的模式。但是如果你的电量不足的话呢，它就会自动的转成是 HEV mode， 根本就不会有续航焦虑的这个问题。如果你的电没有了，你又可以用这个油来继续走，然后又可以同时间把多余的动力把它转换成这个充电的模式。So good。如果纯电的话，它是可以走90公里，打满缸它可以走1200公里，1.5公升涡轮增压自缸缸内直喷，引擎哇！旁边就多了一个电机在这边呢。动力的输出就是345 PS， 525牛米。当里面按 Force Mode 的情况下，它的发动机跟它的电机的混合之下，那个动力哦，all the way到180，真的很有力。这时候到我来介绍 Tiggo 8的 PHEV 啦，到底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？其实你从后面来说，它比较难分辨它到底新款跟旧款有什么不一样。只有它后面的这个 diffuser 这个地方，以前的双出排气管哦，现在是空的假的，排气管是在下面隐藏式的，还是像标配的前麦花臣后面多连杆。最大的改变呢，这是在这个 Tiggo 8的车头，所以它把旧的那个车头灯呢，把它搬到去 Tiggo 7 PHEV 那边 ，Tiggo 8呢就换上了一个全新的灯，日行灯一条式的头灯，全组 LED。中网都变得嘴大吃四方，很凶那种老虎那种感觉。这次轮胎还是一样用的19寸的235/50R19 Continental 的 Premium Contact 的轮胎，前后轮胎的尺寸都是一样啦。虽然它的这个轮圈呢就比较特别，我们看不到太清楚里面是用什么。我看一下啊，哦，双活塞的刹车卡钳跟之前的是一样的啦。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 Tiggo 8呢，这次就升级到那个小门把，以前是拉的嘛，这次就换上了一个隐藏式的。如果当你锁掉门之后啊，会缩进去咯。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功能。
能当你钥匙在身上哦，其实你基本上也不用用到这个 sensor 的，你就靠近这台车，它就是会解锁，门打开。进去就完事了，离开这辆车它就可以锁门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然后呢，这辆车还是一样哦，它有2个油盖，左边是真正拿来打油用的，右边的这个盖呢也是一样拿来充电。电池的容量也是18.3 kWh， 所以它也是可以支持40 kW 的快充，还有6.6 kW 的慢充。之前我叫接气的时候啊，我去到 shopping mall 我还有 special parking， 不用跟人家抢，多好。这次的 Tigo 8呢，就跟之前的 Pro 啊，就拿走了2样最重要的东西。第一个就是它的电动尾门已经是没有了的，可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大问题，因为这个其实随随便便在外面 accessory 都很便宜了的。第2样东西它拿走的就是它的全景天窗已经没有了。这台车呢，它是可以坐7个人的啊，所以后面这里就多了2张椅子。如果你没有用到的话呢，这张椅子其实也是可以把它收起来的，随随便便呢这里拉一拉。它都可以躺平了的啊，所以已经足够啊！你去普通的 IKEA 买东西啊，都可以用得到。如果你以实用性来说啊，买这种7人座车的空间是最好的。如果没有用到7座，你就可以用5座。1物2用嘛，那这个就是它的中间座椅了，它是可以推前推后，还可以调整那个椅背的倾斜角度啦。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了，我身高是173，不是153的哈，这边就多余1个拳头。坐进来这里最大的分别就是它的内饰啊，说真的，它的内饰这一次很大的升级。所以我个人认为啊，这次最卖的我一定觉得是 T7 的 PHEV 的。可是呢 T8 啊，这个 PHEV 它是最大的改变。如果你们的经济能力许可的话，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车子。第一个就是它内饰哦，你看这次的气氛灯呢，它做的是隐藏式在下面的，很精致，很好看。之前是在门边而已嘛，就是好像外面装了那种细细的条纹这样子下去就算了。前后都是有给着这个气氛灯。最大的升级就是它的皮革，之前是那种Nappa Leather，连摸下去是滑滑的。这一次呢，换了一个叫 Fox Leather， 摸下去粗粗的，又感觉上好像那种阿坎帕那种感觉。比如每一张椅子坐下去哦，你会感觉到很舒服很软。如果你坐到 T7， 你欢迎坐来 T8， 你就懂那种感觉了。我说不出来了。坐进来这个驾驶人的座位哈，第一点就是我非常喜欢，就是它的气氛灯躲在这里下面之外，这一块跟这一块双层的很好看。第2点就是它的仪表呢，终于换上了不是那种一体式像以前的 Benz 一样的。我个人认为我喜欢这种分开式的，仪表在这边，主机在这边，大明显已经升级了。他们2者的主机呢都是用了 Snapdragon 8155的这个芯片，速度真的是11倍快啊！是Qualcomm吗？哇，看到吗？还可以换这个墙纸啊，然后这次的很明显，整个界面都跟之前不一样了。这个有机会呢，下次我们就拿媒体车回来的时候再慢慢的玩给你们看。中控这边也不一样了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50瓦的这个无线快充，还有冷气出风口在这边。可以吹着它，驾驶模式这边换，这次的排档杆换过来拐档了，所以好像奔驰这样很实用的一个档挂。可惜 T7 就没有了，还可以换 EV 跟 HEV mode， 2个置备架，手扶箱里面还有灯，还有冷气出风口。那这次就很明显，这块是空掉了，因为它没有天窗。这个也是一样升级到像小米一样的，哇，很亮哦，还可以换颜色，哇，很亮哦。以前呢，景乐在这边嘛，然后就可以开灯关灯嘛。这次把它搬下来下面了，我个人认为我是非常喜欢这个，而且这次的头灯真的很亮。这副引擎呢也是一样的，跟 T7 啊、J7 PHEV 一模一样，1.5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的缸内直喷的引擎，2者的混合底下呢，最高输出347 PS， 525个牛顿米的扭力，好用，真的好用，很有力，我说不出来，找我们试车就懂。OK， 你看现在有的 booking 了吗？可以啊，立刻马上下单，我准备好了哦。可以试驾咯。我们讲这样多的没用，找我们试驾最对的，因为之前我真的是有驾过 J7 PHEV 嘛，可是那个价钱要贵这个T7 3万哦。如果是我就买一台 T7 PHEV， 剩下的3万买3台 iPhone 17 Pro Max 2个 TB。觉得 T7 PHEV 呢是挺有性价比的，在马来西亚啦，其实在这个价格还没有可以买到 PHEV 的车，所以今天 Chery 就出了大招，推出一个全马最便宜的 PHEV。这2个车呢，我稍后呢会跟他们拿米利亚车试驾，到时候再慢慢做一个 review 给你们知道。如果你们心急的，不妨来找我们就对了。好了，那这个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集的 POV 再见啦，拜拜。